应该是没男朋友吧？没男朋友犯法。我小的时候，好想长大以后要当一个医生，把全世界的人的病都治好。这邢可磊私底下怎么说他呀？据说他特别凶，稍微有点轴吧。还挺实在。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的主教官邢可磊。迟到15分钟，罚跑15圈。训练结束以后，把厕所扫。米医生，您被开除了。我来也不是为了混这张文凭，我是真的想学点东西。随便你。这简直是太阴险狡诈了。比这个还舒服。邢可磊不是一直爱情绝缘体吗？怎么了这次？米医生，要不然我送你吧，晚上骑车多不安全。可我觉得我每次碰到你，米卡，更不安全。Hello， 各位观众，欢迎收看《娱乐有意思》，我是吃瓜看戏不嫌累的陈慈。虽然说号称吃瓜看戏不嫌累，但是最近我真的是严重的睡眠不足。为什么呢？因为好剧真的是太多了，一档接着一档，然后又要做功课，然后重点是自己又想看。不过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的这部剧，虽然目前为止在台湾还没有掀起什么样的高讨论度，不过在对岸，在大陆或是在香港，这个讨论度是极高的。而且呢，一开始我并没有注意到它，其实是我们合作的这个 OTT 平台的这个版权商先告诉我说，我们家有一部戏在大陆讨论度超高，而且呢讨论度到第3名，然后这个观看次数呢非常非常的惊人。好，我本来想说这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不过结果另外一个 OTT 平台的公关也跟我说，隔壁那家的那个有一部剧啊，很红一定要看哦。然后就觉得到底是什么剧呢？我们先来帮大家看一下预告片。2年前我遇到过劫匪，闭嘴！当时情况特别危险。这个时候就有一个特警叔叔跟我说，有我在，你不会有事。特警叔叔啊，你是不是记错了呀？有那么老吗？你这人脑回路怎么那么奇怪呢？你又没看我打脸。我们特警执行任务都要戴面罩。我梦见2年前的那个特警跟邢可磊长得一模一样。你说你这么多年不谈恋爱，不是真的就为了那个特警哥哥吧？帮我把这份礼物转交给当年想意识全世界的小女孩，被她守护的感觉真好。你手不是受伤了吗？我就想装个可怜，您不吃这一套啊。你什么时候喜欢我的？第一次见面吗？你穿着围裙真可爱。好，这部剧可以看到是金马影后马思纯搭档的是这个新生代男星白敬亭主演的这个都市型的军旅爱情剧。那么白敬亭呢饰演的是叫做邢可磊，是一个大陆的特警。所谓的特警呢，也就是那种特战警察或者政报警察，就是比较特殊部队，能力比较强的这一种特警。而马思纯呢饰演的是一个女医生，叫做米卡。那她是一个很可爱的医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虽然当时被挟持的米卡被邢可磊给救了，内心充满着感谢，但她始终不知道自己心心念念要找的特警叔叔到底是谁。那么直到有一次呢，她这个医院派他们去到这个特警部队要去训练的时候，再一次又遇到当年救他的这个邢可磊，两个人甚至是强强联手，不管是特警还有医护在一起营救受伤的人质，两个人一起被动员呢前往灾区救援。那除了还有救援的场景之外，当然还是有让人家看了是心花怒放或者是内心砰砰跳的这个情爱的故事了。女主角米卡为了救助穷困的病人，她把自己的薪水通通借给了一个单亲爸爸，结果自己反而是没有钱租房子。
这个时候呢，就是要英雄救美的时候了。邢克磊因为自己常在警队里面，他也觉得，反正我也不常回家，于是就把自己的房子呢，悄悄的、匿名的就租给了这个米卡，让米卡就住在他的家里面。那当然呢，因为两个人之间是产生了一种暧昧的情愫啦。虽然说这个邢克磊呢，这个武功是一绝，但是对于恋爱这一块，他可以说是恋爱小白，所以两个人呢，常常会出现一些很好笑的情景跟对话。基本每一次我缺什么，第二天马上就送到了，有时候是快递，有时候直接就放家里了。你那个房东会不会在偷窥你？当然呢，这部电视剧其实从剧情还有这个角色人物的设定啊，或者是情景的这个安排，都会让人觉得说，这跟之前一度造成轰动的《太阳的后裔》怎么好像蛮像的。所以这一部叫做《你是我的城池营垒》就被说是大陆版的《太阳的后裔》。从男主角的人物设定上面，《太阳的后裔》它里面是军人，但是在《你是我的城池营垒》里面，他是一个特战的警察。那女主角同样都是医生。当然，两部剧里面都有这种大地震去营救人的桥段，所以呢，不免让人家会觉得说，这跟《太阳的后裔》确实是有点像。不过，我个人在看这部剧，在做功课的时候，我个人还觉得它还像一部韩剧，因为《你是我的城池营垒》里面的剧情，它其实还有多演了一些很多在医院里面的所谓的勾心斗角，或者说在手术那种精湛手术，它还把手术室里面的各种手术仪器、专业术语都演到电视剧里面。所以呢，我个人就会觉得这是太阳的后裔，或者是这个浪漫医生金师傅的综合版，我是有这样的感觉。你晚上干嘛？我晚上不干嘛，睡觉啊。哦，这么早？不早了。你不是说要查些资料什么的，有没有帮你？不用，我今天不查了。好，虽然说在开播之前，《你是我的城池营垒》被贴上了剧情主结构和韩剧雷同的标签，不过惊人的是啊，它在网络的讨论度真的是很夸张，节节高升。怎么说呢？光是搜寻量就冲上微博排行榜的第3名。另外呢，从电视剧从3月11号开播到23号为止，尽管中间有停止更新几天，有停更哦，不过依旧是创下3.68亿的播放量。既然这么多人说它是大陆版的《太阳的后裔》，那怎么还可以这么红呢？当然，除了这个剧情之外，其实演员这挑选的演员也是非常重要的关键原因。你说为什么我们在一起总会遇到那么多惊心动魄的事儿呢？可能因为你是医生，我是警察吧。抄小路包他。必要时刻可以开枪。收到。邢克磊，干什么你？我是医生，这是我的责任。我陪你，有我在，你不会有事。首先，女主角马思纯是夹着金马影后的头衔是担当演出，虽然被说很多的剧迷都说啊，她和这个男主角白敬亭的 CP 感太弱了，甚至还笑说，这怎么不是两个情侣，怎么有点像姐姐跟弟弟在谈恋爱的感觉呢？不过凭借着马思纯很自然的演技，还有很甜美的笑容，是完全征服了观众的眼球。别说很多观众了，对我来说，我个人真的很喜欢马思纯的演技，那种自然是你不会觉得他在演戏，他好像就在你生活当中，他就是这个角色。另外还有吸引观众目光的就是男主角的职业，虽然说是特警，感觉上好像铁打的一样，刀枪不入，什么都会，然后再夸张的剧情他都能够迎刃而解，完全不担心歹徒，完全不担心被子弹打到。但其实，它里面演出来的还是会告诉你说，这些特战人员并不是打不死的小强，他受伤一样会害怕，他面临到一些威胁的时候，他也会害怕，他面临到生病的时候，他还是会害怕，他也是有血有肉的人。这样的剧情人物设定呢，反而会比较贴近真实，比较还原警察还有医生们的日常。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感情线了，剧情里面呢，他并没有去夸饰那种
偶像剧式的恋爱，它反而是那种很平凡的，就是你我身边都会遇到的这种谈恋爱的很细微的小细节。送你，这可以吧？嗯。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来小小的透露一下呢，剧情里面其实会有很多惊险的案例，其实这些据说都是剧组去寻找出来的真实故事，都是有案例可循的。还有呢，包含的就是邢克磊所饰演的这个特警啊，他是服役在这个猛虎突击队，但他其实是有原型的哦，他的原型就是大陆顶尖的特战警队，是南京的龙虎突击队。所以这些演员在开拍之前呢，可以说是经过各种的持枪啊，或者是械斗的专业训练。除了谈剧情之外呢，我们要来谈谈这个女主角马思纯了。为什么呢？除了刚刚我说过的，我真的很喜欢马思纯之外，其实早在她金马影后封后之前，我就对这个女演员是非常的有印象。我就觉得以女性的观点来说，她的眉宇之间，你会觉得她真的很有气质，真的很漂亮，而且是那种耐看型的女生。她的眼睛就很像会说话的这种感觉，就觉得。她的眼睛要传达什么呢？她眼神要传达的是什么呢？那当然，对台湾的网友应该对马思纯也真的是不陌生啦，因为当初她是凭借着电影《七月与安生》跟她的这个好朋友周冬雨呢，两个是以双影后之姿是封后了。那除此之外呢，马思纯也演了电视剧《芈月传》等作品。那最近啊，3月23号最新出炉的消息就是，马思纯还登上了热搜，因为她被拍到和大陆的乐团盘尼西林的主唱小乐两个人是十指紧扣一起过马路，就传出说。马思纯又有新恋情了吗？可是对于马思纯的影迷来说，会觉得这个小乐跟他一点都不配，根本配不上马思纯。不过说实话啦，身为马思纯的影迷，我个人很喜欢他，我会希望说他快乐就好，他能够开心就好。最期望的就是他可以得到一段好的恋爱。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大家都会发现说，最近马思纯出席在公众场合的时候，她的身材真的是比过去圆润了不少，真的是胖了很多。那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她长年以来竟然都罹患了严重的忧郁症，而且这个病缠绵她已经是10年之久了，所以很多人都心疼她。马思纯这么漂亮的一个女生，从小到大是备受呵护，而且拥有非常好的影视资源，怎么还会生病呢？其实我后来才知道，我觉得我已经病很久了，就是我那种行为，包括就是一直反复减肥什么的，其实一直都是，我应该已经有10几年就是都没有睡过好觉。好，其实当马思纯说出了这一段她内心的心声之后，我个人是觉得蛮心疼的。不光是我个人，其实很多的网友，过去本来都是酸她的，就是或是吐槽她说啊身材不优的。其实都对她感到心疼。你要想，就是在大陆，女明星，原本你就是肉肉的体质，但你为了要拍戏，你为了要瘦身，常常大家都是用不健康的方式在让自己变瘦。那对马思纯来说也是一样，从小她就是一个比较易胖的体质，但是这样子反复强迫自己减肥，其实对她的身心灵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负担。加上他小时候呢，其实有一段非常不快乐的过去，就是他小时候竟然被排挤过，竟然被霸凌过。比如说把抹布水啊，或是把这个粉笔的墨啊，或者是说把那种拖把水啊，竟然都倒在他的水壶里面。从小他就被说你要乖，事情会过去的，没关系，忍让一下就好了。我以前就是什么事儿或者人我都会怕别人生气，怕别人难过，怕别人不喜欢我，怕别人各种这个那个。而且上高速公路的时候不敢上厕所。对，我怕司机师傅麻烦。加上后来呢，他又进入到比较高压的娱乐圈，其实对他的压力来说又更大了。那像刚刚说到，他其实7岁就开始出道拍电视剧，原因是什么？因为他有一个很有名的阿姨叫做蒋雯丽。那很多人就觉得说，你天生就拥有这么好的影视资源，你能够拍这么多好的剧，《芈月传》也好，或者是各种好的戏也好，你就是靠阿姨的资源。
直到她被封了金马影后之后，她才真正是在演技上面被大家所肯定。没有想到，大家以为说啊，封了影后之后，她的演艺之路会顺风顺水，但其实她后面还是有很多影视剧的作品啊，或是电影的作品，但都没有特别突出的成绩。除此之外呢，因为其实马思纯从小的个性是比较自卑、比较敏感的，那因为她很向往爱情，所以当时呢，她也和合作的男演员欧豪是传出了恋情。那马思纯是爱得很高调，甚至不惜用自己的资源来帮助男朋友做新戏、新电影的宣传。当然，明眼人就可以看得出来啊，这段感情之中呢，马思纯其实多半都是在付出的，她付出的比收获的还要多。可是，一段感情，如果你这是不平等的付出，其实是不健康的。当然，到后来，这段失败的感情，其实也对马思纯来说是伤害非常非常大。我就觉得小时候书里写的、歌里唱的都是假的，都骗我们，不是相爱的人就能在一起。很多人只能痛苦，不能共感。你知道我入节目3天瘦了7斤，然后开始吃药之后3天胖了8斤，开始管情绪的呀。那情绪最疯狂会怎样？他身体会变得很僵硬，然后腿会很软。就我从床走到房门口，我就走不过去。然后我就是很无助的那种感觉吧，然后就一直这样不停的在喘气，对，然后眼睛看不见了。好，当然啦，之前就有爆出说，这个去年呢是停工1整年来休息养病。那透过的药物治疗，还有自己跟自己的沟通、自我治愈的方式，马思纯最近可以看到啊，她这个出席活动啊，或者是说上电视节目，她就是毫不掩饰的用她这个圆滚滚的身材去出现在公众面前。当然，她也要用自己的这个亲身经验，她要告诉很多罹患忧郁症的这个朋友们，就是。你一定要面对自己，你一定要好好的吃药，你一定要好好的治疗，你才能够好。当然，回到这部热播的电视剧啦，《你是我的城池营垒》当中，马思纯的身材还是这种微胖型的，不过她这种细腻的演技加上她自然的诠释方式，其实是让观众更喜欢她。好的，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你喜欢马思纯吗？你喜欢她的哪一部剧呢？你看过《你是我的城池营垒》了吗？都欢迎你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喽。娱乐有意思，我们下次见，拜拜。想看最新影剧话题，打开 YouTube 搜寻中天娱乐频道，按赞、订阅、加分享，还要开启小铃铛，精彩新闻不漏接。